朋友们，大家好！在家里待了10多天，没有出来拍视频。我还上不来了，我还咋的？大家好，现在我在铜仁思南这边的塘头镇了。其实我这个下边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江，那么这儿呢有电线杆往前面去啊，前面那儿呢还有几户人家居住，而他们呢只能是通过这个小道走过去，又或者呢是往这个江边渡船出门非常漂亮的几户人家。我们上一次来这里呢用无人机拍了一下，今天呢过去探访一下。他们这几户人家呢离公路并不远啊，我从那边公路走过来的，大概就是走个10分钟左右就能够走到这几户人家。这个地方的环境呢真的是非常漂亮。我的车呢是停在这个山的后面，然后从这个山上穿过来的。穿过来呢，我们就到这边这几户人家居住的一个位置。然后这儿呢好像是一个码头，我们上来看一看，这地方应该是一个码头啊，因为这个下边呢放着5、6艘船，这个呢是小船，那一艘呢好像还是一个客船，对吧？来看一下是不是一个码头，确实是一个码头啊。这边有写任家湾渡口啊，丰清任家湾渡口。那证明这个地方以前呢可能是一个码头啊，也就是周边可能好多人要坐船呢，他有可能是走到这个地方来坐船。因为这儿呢只有3、4户人家这个呢是一个客船啊，上边还写有这个现在30人的这个字样，可见曾经这里应该是比较繁华的，对吧？那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呢应该是非常少的人过来啊，因为它这个门前呢都用这个网给拦住的，可能是预防这些鸡啊鸭的就是飞出来吧，对吧？那我怎么样进去呢？因为那边还有几家人，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江边走过去啊？走吧，试一下吧。哇，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碧绿的水，背靠青山，对吧？很漂亮，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说实话特别羡慕这样的地方啊，我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地方，可是很难这个河边那儿呢也飘着一个船，然后看一下这边非常美啊，我都挺羡慕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在吃饭了呢？没知道吧？耍呀，就你们这儿耍，你们这儿看起环境好好哦。说在吃饭了？你看，正好碰到你们在吃饭。吃点嘛？不用啊，不用，我坐会儿就行了，坐会儿就行了，因为我刚测了，你在那儿还早哎呦，有点吃的哈。不用，你们测就行了。老实的嘞。真的测了。正好碰到你们吃饭我测了，你们测就行了。呀，还真的萝卜炖腊肉，是不是？都是吃的嘛。吃了，真的吃了。你们这里有3家吗？4家人哈？好，谢谢。这个是五家人。这儿是5家人。你们这里以前是个码头啊？以前是个码头啊？也就是个老码头上从。我们这样是个那个嘛。主要通道。过河。哦。你是从那边走路过来的这个？从那边走路过来。你这儿也只能走路过来呀？是的吧？所以我们这回去干长是吧？就是水涨了就是不来喝，就是左右就拐一个船嘛，挖进去。如果是也涨水了，走那个路都不行哈。不能行那种。那就坐船咯。你们自己有船噻？
只有个船，有个农用船。有个农用船。哦，华金农用船可以赶场。嗯。哎，有没有可能人家有些人喜欢坐船耍的，你可以那个逛哎？有办那个证书的。办那证书的行。哦。办那航行的，报个牌，报个本本，跑就哪从从西南跑到哪海，就这么可以。哦，还要办本本。如果不办本本，那你只能自己用，对吧？那人不行。哦，自用船你管本人这样可以的。这坐个亲戚在上面都不行喽。我爬在水里都可以。我管你家人的担心。啊。给个厕所。我抽醉了不行，你本来这个船是两个人的，你要装3个人不得行。哦，你们那种船呢，只能装2个人的。哦，有装2个人的，有装3个人的，有装5个人的。哦。最多5个人的。你们年纪都不大噻，应该没得60岁了哈。差几个月。差几个月。小孩儿都在外面打工。你家有几个呢？2个，女儿结婚了，儿子就是还没娶媳妇儿嘛。哦，儿子是小那个，小嘛才20岁，20多点嘛可能。我这个路就是这个路不通，真的女朋友来，好说来看路也不通。他那个人家老在做这些地方嘛。咦，我跟你讲，你这个地方探险不是好谈得很，环境好的嘛，全部都可以坐船的嘛。真的。哪有车子了嘛？啊，有车子不要紧啦，有车子你还不是可以开到对面啊，去坐船过去就行了呀。有车好。咦，他一定会找到，因为有很多人会喜欢这种地方。你看后面有山，前面有水，前面又可以坐船，几多安逸啊！我说到这看那些，就还是总在的，他就那总在的，那个环境条件差，路也不通。这种跑得好子哦，吃了不就坐船。等于在这里做起了，现在就没得啷个收入了，是吧？就以前可以渡船的时候，那还可以有点收入哈，渡船。我坐船有点羞辱嘛，长得火，那个船也不许渡了。现在这个又在挂到这个政策，10年禁渔区，鱼也不许狗了。哦，现在是不准打鱼，船也开不到。哦，就纯粹就没拿羞辱了噻，我们。那假如说你要去办个船的证，那好办没啊？船的证书还是好办。那你为哪个不办案呢？办这个噻。哦，你办的哟。哦。那就去跑船噻。你跑哪嘛？你不要装就是装的，你跑哪嘛？没人装的。哦。你说你这摊好安逸嘛？坐在坝子就可以欣赏到这个满江水。你说看得好。真的啊！哇，好多人想找这种地方找不到，尤其是住在城市的那些人。是吧？在家门口就可以见到这个漂亮的风景。你要爬下来就可以。啊！走了，朋友们，你们说这个地方漂不漂亮吧？满江绿油油的水，然后他们呢是5家人，4栋房子呢就是住在这个江边，下边呢放了好几艘的船。特别遗憾的是，我准备让大叔开着船带我来转一转。但是他说是不行的，他们自己村民干活啊，或者说赶集是可以开自己的农用船去进行通航的，但是拉人是不行的。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叔他们的这个安全意识是非常非常的高哈。那我呢，也只能就此作罢了。特别羡慕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哈。只不过呢，听大叔说他们现在好像没有多少收入啊。就是以前的话可以靠渡人过江，还有就是打鱼可以有一部分的收入，但是禁渔期开始之后，然后这个轮渡呢好像也不能渡人了，所以他们
没有多少收入啊，现在也比较清闲。我身后这个屯呢，叫做弄温屯，也是他们称的那个天眼村啊。这个地方非常的震撼，它是在山顶的一个凹槽处，所以被称为天眼村啊。整个村子的周围呢都是悬崖峭壁。我们可以看看这边的大山哦，非常的震撼又陡峭。我们从那个路开过来的，然后你看这里盘山公路上来，在这个山的后边这儿绕过来，从这个山梁上把车开过来的，然后车子呢是停到了这里。那么整个这个天眼村呢，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山顶一个凹槽处，看一下。说实话哈，确实是属于那种资源匮乏的地方。因为整个一个周边都是这种石头山啊，我们看到这个石头山上也没有什么大的树木啊，只有那些缝隙中呢长一点这个绿植出来。那么在这个上边呢，基本上是没有很好的一个土地的，而这个天眼村里面呢也住了好多户人家，是吧？那么他们的生活来源是啥？因为整个这个地方就这么一小个面积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这个村子里边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有4、5栋的这个楼房啊，都是2、3层的。在这个天眼的坑底呢，也还不错啊，下面有一些土地，然后那个地方也有一些土地，整个这个村子呢，它是被围在了这个山顶的这个弄里面，也就是我们说的天眼村，对吧？我们从空中俯瞰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地方呢像是一个天坑状，但是实际走进来呢还挺平坦的哈，因为它这个天坑呢是在这个山顶上嘛，所以说整个还比较平坦，而且也比较凉爽，它不像那种特别低洼的那种坑啊，那种天坑的话就比较热。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这个天坑内部的半山腰修有很多的那个水池，像这个圆形的都是水池。整个这个天坑一圈的这个半山腰呢，都修有很多的水池。你看那个房子后面修了2个，这边这些也有。我看了一下这个天坑内部啊，这种水池有不下10个。那么它这里面呢，总的是好几户人家哈，我看这里的房屋呢有个7、8栋。那么从这个土墙房子来判断呀，这个上边居住的人呢，那可能是不下100年了，因为这种土墙呢，肯定都是100年前的产物啊。那中间有一个小房子，正坐在这个坑底的中间，哇，看着不错。然后他们这里现在还要在这里新建房子，看到了吧？这里正在打地基啊，要在这里新建房屋啊。有很多地方有大面积的土地丢荒都不种，但是你看在这个地方土地资源是非常匮乏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边上的这些石旮旯子啊，就一点点位置啊，它都会种玉米，都会种一些粮食。所以你看，所以人生长的环境不同啊，然后大家面临的这个处境也不同。这里是在新建房子是不？就准备在这里建房子。哦。建了养牛。这里有多少家人啊这里现在还有5、6家。5、6家，总的只有5、6家吗？其他的生活房都搬迁了。都搬迁了哈，就是那种盖瓦的都搬迁了。然后楼房的话就没有搬的，自己建的。这多少年了？这里住了？哦，这多少地方也住了100多年了。100多年。那你们知道这个祖辈为什么搬到这里来住吗？以前老子说过哪里知道啊？以前也不知道。那这里也是瑶族了。是啊，瑶族啊。哦。
那你们这里的话，就靠在这个地方种地来生活吗？以前的话，对啊，外面也有啊。外面还有地啊。对，外面有地啊，全部赶过来。我看那个山上有好多水池，你们这里是不是严重缺水呀？对。那等于说那个水池搞在那里的话，就是等这个天下雨就存水。对。修这么多个池子，有没有遇到天干的时候水不够的？如果不下雨了，水不够喝了。怪不得你们这修应该有10个池子吧？有吧，不止十几个吧。10几个？对。反正一个池子的用。没有长流水哈，这个上面没有。应该你们这么多池子的话，应该连续2、3个月晴天的话都不大会缺水啊。那么多的没事的。没事的啊。你看这个就是智慧啊。严重缺水的地方，就靠天水的话，也能把这个水的问题解决。对。但是修那些池子的话，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可能。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哈，他们这里现在有6户人家在这里住，也就是现在建楼房的这几家人呢是有人留守居住的。像这个还是红瓦房这几个红瓦房呢就搬迁过了，没有在这里住了，相当不错啊。这个地方看去。这个公路修通之后啊，简直就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啊！然后从这个山梁上的一条公路延伸过来，在这个地方呢形成一个椭圆的结构。我跟他说，就像一个鹅蛋形，或者说大家可以把这个想象成一个蝌蚪形的一个环形路啊。空中看起来特别漂亮，但是我们在地上的话就看不清楚啊。人啊，其实生活的这个环境越艰难呢，其实人们的这个干劲精神就越强。你看这个地方，他们本来是严重缺水的一个天坑，对吧？但是看到这些房子的周围遍布着10多个水池，到现在呢，他们完全不缺水，也就是你有2、3个月的时间从来都不下雨，他们也不会缺水。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啊，只能咱们去适应环境啊。从2016年通了路之后，这个地方反而是大家特别喜欢来玩的地方。他从这条干起了，他要从这条干起了。小客哈，哎，小也去这1年了。哎，也去了1年，咋没他不敢干了？也让我谈过了。这你才敢动了？好多不敢动，好多不敢动。哎，把我基本上一藤子干了，我都不会烧到的。那杆儿子干我俩要大，8岁以上嘛，我手里边是几十个的，都没有同样大的，小鱼干没得正常，大的。像我们这个老公，他也8多岁了，也摆2岁了。他也到也他78岁。78岁就活8岁。啊，跟你样，有好多我还用不了去8多岁啊，我有个在那我都白，用不着的去硬动作去，老天没得地境的。但你如果不能经常不能去个2、8岁，你该干坏事啊，干不到2、8岁。对。这就还是原来。也跟很大的样。他2根还长得都这根是粗点了，这根是公仔，那根是母仔，不大听。这根是公仔，那根是母仔，在这几年当中我们行政晓得的，这根是1次不解释，2根是1次解释。你说政府单位的都可以称2个小时来。相关政策，他就整年子他就是节年，去年子结的嘛，整年子去年子哈，全是节年子，结了他整年子开始结了，2年了，就是弄得生气。放开2台政策，他那个是节制。他结的那900的嘛，最近那政府那边看到白老哥，我要看，我那他跟着社会走，跟着国家走，他吹牛逼的脸，我们农民老百姓你要想问，你看四面八方，堂屋子都路都通，没得房子不了整房子，没得路不了修路，没得电不了拉电，没得水不了拉水，好矮哟，好这个共产党真的矮哟。跟着我们是人，我们老百姓也要好过日子了，过好日子了。我这个用的金色蚕蛹啊，我的天！我俩要死的，他那张把一直照死，他们给我整，你看嘛，花一丢干了。龙啊，这个龙啊，它是龙啊，这些左找到你看嘛，这好看点嘛。这个是那个马上要生个不要把它生出来。葡萄哈，这个是葡萄，这个是血藤。血藤。哦，你葡萄了，活了过来把它生出来，好看的很了。它这个自己长成这个样子的哈。你给它敷的金色蚕蛹哈。这你没看到？哇，龙龙没注意。这个这也2过去，然后缠上。你看2根绳子一样，它2根绳子这样子
2个人发烟的，这个2个人发烟了嘛，跟断了，干了，不然成了，我烧的不烧的啊。哎，高底还长有2堵菌儿，它这个缠上去硬是，这个真的是。你这个成了嘛，果啊，你分成市场成了嘛，你分这个公母啊，这个沙数，你看分得好形象哈。是哦。好可惜啊，那真的是。真的可惜。还有活的我把它整生根活。啊，另外一根是活的噻。哎，就这个么活的。他结葡萄不呀？他来每年的4月才发鸭子，4种怪，才鸭子发了你看嘛。是啊。每年到4月才发才鸭子结在8、9月开始采，这个9月间开始采籽，9月间开始采籽。你赶上个头来采不呀？那边我只有你来赶嘛，可能。其他的老弟赶到的话，他可能到了转个1到2伏。我整又没人，我有点取，我鸭子可以取，你那个。4月间，哎呀，按我们平常的葡萄是几月间啊？5、6月就去干去了。他这个要晚几个月。他那个为那个是4月间才发，4月才发，看到没得？才发了，出产了。你们找？哎，爷，哎，才发的了。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市红花岗区的永乐镇，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永乐镇和梅潭县的交界的地方。刚刚你们从无人机看到了吧？这下边一个崖壁，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山洞口。之前呢，我也来过这里，没有看到有主人家哈，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主人家在。大家跟我一起下去探访一下。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地形还是比较奇特的，这个洞穴里边呢是有一条河流流出来，暗河，然后这个下面呢也有一条溪流。那这条溪流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里有一个山洞出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崖边这一片土地呢都是丢荒的，还挺可惜的啊。这个土壤看去还不错。我们可以听到这个水流声了，那这条河流的水还是不小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荒地里面这么多红红的野果啊，这个野果呢叫做火棘啊，我们这边的地方话呢叫做红子啊，也称为救军粮。什么意思呢？以前2万5千里长征的时候啊，红军有一段时间是吃这个充饥的，因为这个红子呢，它持续几个月的时间都是这样红红的挂在树上，非常漂亮的同时呢，还能够给我们提供充饥的这个营养哈。这个洞穴如果说是开发一下的话，是非常不错的，对吧？夏季避暑的时候特别的爽哈。我们之前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圈里面是养的有羊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看着这个路好像怎么搞的？看这个下洞去的路，感觉好像没怎么走啊，全是这样的树叶。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洞里面的面积是非常大的，还有它这个洞口呢，相对来说偏高一点。所以说整个视野呢也可以看得出去，看看整个环境这里是非常漂亮的。好像这个喂的狗也没有叫声了，难道这个地方已经废弃了吗？我们之前来的时候，这个圈里面关了好多的羊，但是今天怎么没有看到羊啊？难道都已经卖光了吗？整个这个羊圈是空的。哎，有人在的呀，这里还晾有鞋啊，这个地方晾有鞋，应该是有人在的。
但是他们养的狗呢？我目测了一下，整个洞里面这个平坦的这些位置啊，应该大概有2亩地这么宽的一个面积，非常大的一个坝子。这个水呢，就是从里面啊这个洞里面流出来的。现在的水流还是比较大的，像一个小河沟的这个感觉哈。我们过河去看一下吧。我的天哪，有这么一片地方真的是太爽了。哇，这个洞顶这些看一下，超级漂亮。你说夏天的时候在这里面多么的爽。你们看一下这个洞里面水流出来的地方啊，这个是很平缓的出来的，感觉这里就像一道石门。这个坝子的中间这里啊，这一片全部是这个蝙蝠的粪便。那么也就是晚上的时候呢，这个上面这些石笋、这些窝里面、洞里面应该全都是蝙蝠，只是我们现在白天根本看不到啊。这个上面应该到处都是蝙蝠。大家可以看这里啊，如果说是涨洪水的季节的话，它这个河坝这些都会是水，但是这个水位呢，应该是到不到这个房子的地基的位置，差不多就在地基下面一点点。你看那里好像有人来了，是不是主人回来了？你在来耍吗？哦，我以为是你家主人喽。要爬下去。哦，他们在这干啥个？养点羊子嘛。哦，养羊子的。我记得上一次来，他都养羊子的养几点，现在没得了，卖出了。不晓得啊嘞。哦。你也没问到他。你这配素菜啊？啊。配啥子？大汤。这里面安逸哦。里面还是很好的。你进去过没得？进去过啊。里面的这个厅很大的嘞，比那个紫金洞的厅我觉得。比紫金洞的厅还大。啊，里头有一个霸王关，是不是？霸王关。就紫金洞最著名的那个，就是那个钟乳石形成那个风景嘛。霸王关呢。这里头有一个。远不远呢？要近的，大概500米左右嘛。500米左右，要踩水哦。要踩水。哦，那个。这个季节不晓得真的。估计都要踩水。进去可以走好远呢？哟，所以是可以通到煤炭去嘞。可以通到煤炭。但是我都没敢通到。你走进去走过好远？走进去就是走到我刚才讲那个漂亮湾那。几百米？应该有500米。500米。因为感觉这个洞里头路还难走点的嘛。这么宽？有窄有宽。有窄有宽。哎，哪点带起东西来走进去看下呀？你没带手电也不得行，看不到。加微信，像你到时候进去拍着有哪好的素材，我们可以分享下，交流下来，是吧？可以，我说你嘛。这儿真的可以搞个农家乐，因为找这种地方耍的人多得很。你这儿是没得人晓得。还有这导航也不求好导，它走有绕江河。这个洞叫哪个名字哇？燕子洞，就叫燕子洞。说夏季燕子多吗？你说把这里围一下儿，然后养点杂七杂八的鱼在里面，就像这个水浪啊，养起看起好安逸哦。但这种地方啊，你外面的人来承包啊，也不好整。也不好整，也怕。因为你要的资金不是一点点儿，你要少了呀，村里面也不干。特别是现在周围附近都起来了。对。物价
然后稍微有点钱，大都看起不起。是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小孔洞啊，这边有一种特别神奇的东西叫地骨牛。那看一下这个玩意儿，多少万一斤吧，应该是这个玩意儿牛叉得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河里面这些石头有挺多的化石的。刚刚我们找到这一块，注意看一下啊，这个是一个水昆虫的印记，水昆虫的一个化石吧。这块石头，然后里面还有挺多的石头，要慢慢找，应该都能找到一些化石。这里面呢，里面那就没觉得水好的了，一堆原子给它放在里面，找来玩一下就看一下就行。挺遗憾的，我们这次依然没有看到主人，但是看到了一个来玩的兄弟啊，正好是主人家的侄子。他这里现在是整个是一个荒废的一个状态啊。夏季的时候我们来的时候，它是有养羊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羊好像都卖掉了，然后养了2只狗，现在也没有，鸡也没有了，现在应该是很少到这里来。我听这个兄弟讲啊，这里面非常好玩的，从那个洞里面钻进去，应该差不多有700-800米的位置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好看的东西，什么时候有机会过来钻一下洞。大家好，今天我又到山里面来转悠了哈，这里也是没有通公路的，顺着这个小路走上来，这上面也有2户人家，咱们上去看一看啊。我都是走路过来的啊，我从那个山那里走下来，然后在这里走上来，我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了。这有人的啊，还有只小狗，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在家。院坝还晒了苞谷、玉米啊。这个3年的房子啊，吃饭没了，老娘？吃饭没得？走。哎呦，你们那个晒的到处都是苞谷哈。耶，老娘，还认得我不？啊？摸不清楚。摸不清楚。是吧？因为年轻人，这个有时间过来，有这些项目都，他们人有同样嘛，货有同样啊。还有人就怕，我们现在眼睛不管事了，有时候又怕喊错。我现在的都要来。然后看多少去了，喊汽车都不大一行李了，不大一天都了。你包括你也干中呀？就你们2个人那么多啊？我现在就我们2个那么多。还种那么包括啊？不收了你这个？现在都不多。那你们这就你们后老家没搬呢？啥时候看到啊？内头啊。就你屋内头。意思喊你们搬走这个高坪。他们看到村里面，他们在跟老五喊家要喊。那我搬不了，我都搬来高边干，啷个找什么请啷个嘛？你又不愿意搬？我明啊，他们干讲我是不就给，我看我有东西找去拿去放了。
你搬它搬到边？我不搬，他们没搬到的。你搬它不户口诶，他如果不户口了，对啊，你也是搬的。是的，蛮古的。你这个搞得如果他晓得要搬了，你也没办法，你也不要睡到这个里去。我确实我收我东西了，我拿去走了我裤子。他们如果他要日的查房子了嘛，问题噻。唉，都在同意的噻，是不是同意了？是小个是同意了。对了，他一旦要搬迁的话，你就要一下搬，你不搬他就都不给你留房子，因为他要搬了，他这房子要拆。我当然麻烦大就是别村里面让他干嘛这个，我晓得呢，我在那征求他，我晓得，他原来是不搬的，想搬啊。他现在那东汉的，他准备不搬的，他原来是要安排这不搬的，转来为了搞养殖的，光从你喂养者也好，喂也好嘛，我就搞养殖，就是这样的。村里面同他们嘛，我不太年轻的，现在我的老这也在搞点说了，哎，人家个来几岁了，还在个婆干生的嘛。搞点好耍点，你这个也只晓得好耍点了，有钱就好耍，没钱就不好耍。你说搞点做的，养人没得，你跟自个也为一还是吹，跟那个也为一吹。他们呢，跟他们看我的，我就我你们过来看，我都不给你看。为了说不是的，我老的不给你们带娃儿，不给你们看。我感受这个社会环境的治疗，搞点黑色给多添点活动，还要杂技那个，我男子要求大，有老球了就调球别人大，有时要放了球，你看他回到边边了，要快跳耍了再回家，走了他坏了事还说你老在边边管得好，也不能叫提前你受气，我就不干。再跟我说句了，其实我要跟领导上故意说跟我讲我是我当我问啊滚出的，我就不但吃这个生活。好皮我农村人们都不干，也是好做好没做皮就皮的。他们这个煮这个饭，他们搞的就用这个表，煮得好的，那么就要花火，煮得还要正气，这当然都根本都好多。跟着菜呢，年轻的兄弟，这个老人家，他们这个组啊，基本上都搬迁了。还有就是2、3户，然后这个村里面也在喊他们一块搬迁，就是整村搬迁嘛。但是听得出就是老人家他自己呢不太愿意搬，但是呢他又是跟小孩是同一个户口的，如果他不搬的话，他不承认搬的话，那他小孩子就搬迁不了。但是一旦说搬迁呢，老家的这个房子又要拆掉，所以现在它是一个进退两难，所以这个还真是挺麻烦的哈，不太好处理啊。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不搬正确呢，还是搬正确呢？欢迎大家留言交流啊。在贵州凤冈县的大山深处，生长着一棵特别神奇的千年古树马连光。这棵古树啊，盘踞在悬崖峭壁之上，整棵古树啊，看去光秃秃的，非常的漂亮。看到这样的场景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真的是令人惊奇。环顾了一下这棵古树的四周啊，并没有发现相同的树木。那么这棵古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在光秃秃的悬崖峭壁上，它又是如何吸收水分去生长的呢？怀着诸多的好奇心啊，咱们今天就来实地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凤冈县凤岭街道的大山里啊，这个地方呢离凤冈县仅仅只有10公里。我呢已经有差不多1、2个月没有出门了啊，这一次终于要出门了。然后这次的行程呢是先经过铜仁，然后到这个湖北恩施、利川，再到重庆的巫山、巫溪，再到城口等等这些地方呢，慢慢的到重庆，然后再回家。我们这一次行程的开始呢，就先带大家来看一看凤冈深山的这棵千年神树马连光，它的长相真的是太奇特了。虽然已经来过一次啊，但是呢，我们全中国有10几亿人啊，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没有见到过的。希望呢，看到这棵古树啊，能给大家带来好运，也能给我呢带来好运。
我们要来到这里呢，就把车开到31的这个公路这里啊，然后再通过步道呢，就可以来到马宁光树的位置。大概步行呢，可能就是10分钟左右吧。现在的山里呢，好多的树叶也掉了。那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看得就比较清楚一些。前面那儿呢，就是马宁光古树啊。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只有这里哈，这边呢还没有修，可能是现在来参观的人多了。然后这里呢又修了一个步道上去呢，可以在那儿呢更清楚的看到咱们的古树马宁光啊。哎，这个观景台的位置啊修得非常的不错，站到这儿呢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我们马宁光树的一个构造。大家是不是都非常的好奇，这个古树它是如何能够生长到这么巨大，这么多奇形怪状的这个根系呢？它可能跟它绝景逢生呢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在这棵古树的跟前呢，还修有一座寺庙。从这个寺庙门口矗立的这些石柱子来看呢，这个寺庙也是非常古老的了。这里呢就是马宁光树的一个根系，大家可以看一下，主根呢从那儿，然后它穿过这个石头下方呢到这里来的。那么这儿这个长的这个小疙瘩呀，我们看去有点像这个小猴子的头部，所以我们跟它称一个名字叫猴头。这个根系呢，它真的是见缝插针啊，看到有缝隙呢，它这个根系就歪过来了。我们真的走到这个跟前的时候啊，真是令人非常的惊叹。马宁光树的根部啊，看起来金黄金黄的，非常的漂亮啊，光秃秃的这种感觉。如果我们是第一眼看到这样的场景的话，我们是不是有那种好像人工雕琢的这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啊，这完全是大自然原生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善于观察者，你在这棵古树的根系上会看到很多神奇的东西。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去，就树根前边这一个包的位置，有没有感觉像一个猴子的头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神奇，也是有一点像一个人的脸部的一个形状。那这个地方呢，他们当地人把这个称作为菩萨眼，有一种这个聚光的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整个四面八方呢是收缩到中间这个位置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上边还搭有红布，当地的百姓呢也把这棵千年马宁光呢奉为神树啊，所以说呢逢年过节的时候呢都会来这里祭祀。这个根系它是完全贴着这个岩石来生长的，看起来就是浑然天成，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我们从上面看到这几个枝桠呢，可能感觉不到这棵树有多大，但是它这个下边主根的这个直径啊，起码也有1.5米多的直径。这个地方有一个空洞的口子，其实这棵马宁光树呢，它整个中间是空的。然后你们有没有想象过，会不会有个什么小动物啊，它在这个古树里面修道呢？这棵马宁光古树啊，它不仅仅是千年古树，而且呢，它也是中药材。据说在好多年以前啊，他们当地的百姓啊得了一种疮，就是很难治的那种疮，然后他们就来这棵古树这里啊捡的这种皮，因为冬天的时候呢，它这个皮是要掉一些的，他们就捡这个皮回去煮水呢，就把那个疮治好了。所以说呢，这个马宁光树上冬天掉下来的这种皮呢，它也是一种中药材。在这棵马宁光树的这个后方呢，还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据说呀，在天干久了，或者说下雨久了，这个地方呢都会冒出白雾出来。那么大家肯定很好奇啊，整个周围呢没有相同的这个树种，那么这棵千年马宁光树的种子是从何而来？很多朋友应该是会想到，可能是飞禽走兽什么的把这个种子呢带到这个悬崖峭壁之上的。那么它又是如何生长的呢？整个悬崖峭壁上并没有多少的土壤，这就跟这个下边的这个洞穴有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洞穴呀，常年是在往外面吹风的，而且它的湿气呢比较重，所以这个洞穴吹出来的风呢，正好透过这个岩壁呢，能够辐射到种子，所以呢，它就慢慢的发芽，慢慢的成长到今天这棵参天大树。说到这里啊，大家是不是觉得更神奇了？大自然有时候就是这样，
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吧，如果没有这个洞穴，咱们就看不到今天这棵神奇的马铃光树，也就看不到我们洞前的这个寺庙了。哎，你们现在知道这洞穴、马铃光树和寺庙哪个先哪个后了吧？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我们遵义凤冈啊，一定要到这里来看一看这棵千年马铃光。我敢保证啊，你来到实地看到这棵古树的形态啊，会比视频中看着更加的震撼。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石阡县的楼上古寨啊。在我未来之前呢，我可能觉得这里面呢就是一些古木的建筑啊，但来了之后发现它还有很多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有什么歪门邪道啦，有这个戏台啦，有一些古墓群啦，还有整个古寨呢就是掩映在这个绿水青山之中，坐落在半山腰，而且边上呢都有好多的这种参天大树一样的，非常漂亮和美丽的一个地方啊。我带你们呢到古寨子里面去转一转。这个是古戏台吗？哎，哦，它依然长期在这唱是吧？嗯。哦。上面上去。哦，好嘞，好嘞，谢谢。我们有真有的，哪里好，哪里比较有意思点嘛？这底下这些啊，小斗鱼啊，小丸的呀，小。都有丸的哈。它主要是哪几个景点比较好一点吧？景点嘛，就是在古寨的景点噻啊，上面打上面，或者是反正过去啊，些有个就是亭子嘛，就是整个寨子这些都拍得到，都看得到哈。都看得到。哦，好的，好的，谢谢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广场啊，在这个广场这里，这个呢就是古戏台。那么古时候的人唱戏呢，就站在这个上面唱，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一排呢都是古木的这种雕刻，栩栩如生，非常的漂亮哈，非常的精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标牌啊，楼上村古建筑群，是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楼房都建得非常的漂亮啊。我们从这个戏楼这里上来啊，这边呢有紫铜宫啊，等会儿上去看。这儿有一棵树叫做金银桂啊，又名岩桂，因为它这个根呢分叉啊，分成2棵树上去，又名姊妹树啊。奇特的是，它这个开花的时候啊，有一边开的是白花，有一边开的是黄花，所以说起名为金银桂啊，非常神奇的一棵树。应该在中秋时节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来参观了。现在呢，我们就经过这个古建筑啊，然后过去呢，前边就是紫薇树啊，据当地的村民说，已经上千年了。大家看这个上面有记载啊，当地人称呢哈哈树，树高10米，胸径约0.4米。那么树身呢，它是肉色的，就像美女的肌肤一样哈。每逢开花的时节，如果用手去触摸整个树枝呢，树叶会摇动不止，体验后呢，会给你带来好运啊。我相信呢，大家看到这棵紫薇树呢，也会给你们带来好运啊。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场，这边有一条路这样过去呢，就可以到达观景台。也就是说，在观景台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差不多这个整个古村落的一个很多的一些建筑啊。在这个位置呢，也看得比较清楚啊。大家看到那边那个可能就是观景亭，可能那儿看得最清楚一点，但是我呢就不用过去了，因为我们可以用航拍的形式来给大家展示啊。哎，老娘，你们这个寨子的都姓周啊？姓不姓周？全部都姓周啊？哦，我也姓周嘞。你姓周啊？我看到你大些就是姓周。一直到那边这个寨子全部是姓周啊？我们这个公是6个
12个大队，我们在6个大队行走。 12个大队，6个大队行走，哦，门街走了吧？我们是门前走噻。啊，搞的那个字就是叫的门街走的意思是吧？啊，哦，你们的字辈是哪个字辈哇？我们是新字辈起头，新之明大学，陈允正气场，秦开东越秀，越是寿文馆。我们是40辈，我去背到20辈。你只背20辈，我背到我也只不晓得20辈。他是你是哪支辈啊？我们的辈分跟你们不太一样，我们是3维点4文，光正红银灯，富国安邦定，永显自乾坤。哦，也字辈不合。字辈不合。然后我们有些是出去老不得字辈，他改错了。哎，对对对。你们是哪儿班的？你们是原来就在这里嘛？江西噻。江西哈，我们也是江西啊，我们是江西建安。你王是祖坟。哦。我们周家的祖坟。你们江西哪个府啊？啊，我就不晓得了。我们是江西建安府。那可能我没看。还有多远嘛？滇过去还有多远？哎，北京好的，那个跟着走啊，北京的。哎，这里总共有好多人哇？姓周呢？咦，那是讲究，光是我们的这上都是几千人。这里都是几千人。哦。哦，那人多得很哈。哦。就在这上面我去看啊。哦，跟着这个给我下去，打六背，的写的有。要得。哦，那你前榜啊。哦，要得。跟着去。好。这棵树就是这里的古柏香树，我不知道这个树龄有多少啊，这上面也没有写。这个地方像这样大的树啊，有几十棵。我们在这里来看到了我们周家的老祖公啊，他这个碑文上写的是4世祖周公之墓。这个墓呢是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门口还有几棵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风水树柏香。然后这边呢有一个记载啊，这个位置叫四方碑。那它主人呢叫周国珍，是周氏的第4代祖先，生于大明万年30年，也就是1605年，我死于大清康熙24年。啊，这里提示呢，这个外边这一座墓呢是一个假的，那真正呢实际上是被埋在这个岩穴里边的。也就是说，后面这一幢大的这个岩石可能是在那些缝隙里边，真的人是葬在这些缝隙里边的。然后门口这里呢是做了一个假的一个坟墓，然后立了一个碑文。那么它这一座古墓呢是绝壁为天然屏障啊，周围呢有那种参天的大树，非常的隐蔽和壮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边呢这里还有一个三板啊，这个坟墓对出去，那三板外面呢还有一条江，所以说它这个位置选的也是非常好啊。可见我们这个祖先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在这一片是非常的人丁兴旺。他们10个村主有6、7个村主全部姓周，这儿的寨名呢叫楼上古寨，我觉得他不如直接改成周家寨，是吧？哈哈哈哈。看看这个房子上挂的都是这样姓周的这个灯笼，也没人出来请我吃顿饭，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上去就是歪门邪道，还有马桑树古屋。注意看啊，这个为什么叫歪门邪道呢？是一个什么讲法呢？那么这个歪门邪道呢，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以前的一些大户人家有财不外露的这个意思。还有一种呢，就是正开8字门，那么也就是迎接远方客人的这么一个意思啊。现在我们要进入的呢，就是这个马桑树的古屋，外边同样开的是8字龙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边还写有字啊，千年古龙门。这里边呢就是楼上古寨的这个马桑树屋，也是他们这个地方姓周的1世祖住的房屋啊。这个马桑树古屋呢历史比较长啊，也是他们楼上古寨这里第1栋房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桑树古屋为什么它的前沿是比较低矮的？因为马桑树啊，它是长不高的，它一般长到4-5尺呢就开始变弯。马桑树为什么长不高啊？其实是有一个传说的，大家可以去自己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房子呢，它实际上是一个3面都是一个马桑树屋啊，然后呢前面呢开的是一个8字的龙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正门这里写有明代马桑木古建筑，周正齐家。这边有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古镇呢，它是坐落在这个绿水青山之中，非常的漂亮如果朋友们喜欢探寻这样的古村寨呢，这个地方值得一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赞、收藏、关注、转发，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我们村最北头的这一独户人家这里这一户人家呢已经搬到市区去有3-4年了。也就是说不会再回来住了，因为这个地方是不通公路的。那么从公路步行到这里来呢，大概需要走20分钟的样子然后呢，他这个房子后面呢，包括侧面一整片过去的土地呢，基本上都是他家的。光是这个土地就有上百亩然后这个山林的话可能就更多一点，经常会有人照看呢，所以这个木房子的结构各方面还是比较完整的。下面我跟大家看一下这里一个整体的一个周围的一个情况这个房子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也是3大间，然后边上呢还有一个厢房。那边呢是牛圈牛圈也都是很完好的。你要喂点猪喂点牛，喂几个牛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院坝有这么大然后大家看一下前方的视野是非常宽阔的。看一看前方视野是非常宽阔的。然后对面呢正在修路这里呢有一条高速路是从这个遵义到仁怀的一条新建的高速。那么它这个隧道呢从这个山体穿过来呢，正好从这个房子下面穿过。这里呢会搭一栋比较大的桥，因为下面呢是有一条河的嘛，这里会搭一栋比较高的这个拱桥据说搭好之后呢，它是属于亚洲第1拱桥会非常漂亮因为现在搭桥嘛都是花花绿绿的，都是那种钢筋的话都是那种红的呀，都是颜色非常漂亮的其实说实话，住在这里会欣赏到很不错的美景，然后前方呢又视野非常的开阔但是主人家没在这里住了他这边的话就是非常适合搞一点养殖也不是说大规模是不行，就是你搞个30个、20个的、30个、50个的，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山也比较大。山林和土地的面积全部加起来的话，起码是500-600、500亩起码是400-500亩，山林和土地全部加起来。如果大家喜欢这里呢，可以关注我下一期视频，然后下一期呢，我会用无人机拍摄，将上面的整体情况，包括它这里适合什么人住，跟大家说清楚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播州区新民镇的红岩渡口，这边应该是属于农丰村，那么下边就是非常漂亮的乌江。这个地方真的是原生态，没有经过开发咱们车子呢只能开到这个位置，然后这儿呢有一条小道呢下到乌江那儿，咱们下去看一下，非常的漂亮这个地方。这儿有一块牌子，大家看一下，红岩渡口。
朋友们看一下，真的是太漂亮了，太美了，而且是纯原生态的，这个地方根本就很少有人来，几乎是没有人来的。我今天自己跑到这个地方来，大家看一下，这儿有一艘船在这里的，但是没有人啊。你们看看这个水，哇，多么的清澈啊！为什么说江边非常的危险？你们看这个涨洪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大家看看这个水位的话，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江面水位会上涨到5、6、7、8米吧。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应该是有10米多了。哎，我们上船去躲一下阴凉哈。哎呀，这个摆渡人不知道在哪去了。这个地方舒不舒服？我就问你们，坐在这里休息一下哈，朋友们。这儿有一个渡轮，但是现在是没有人的。有人的话，我让他拉着我去这个河谷里边转一转啊。本来想洗一下澡的，但是不敢下去啊。像这种地方，大家肯定不能下去啊，这个水太深太深了。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贵州六盘水。刚刚啊，我从这个崖壁公路上把车开过来，说实话，心里边还是有点怵的。下边就是万丈悬崖，路也比较窄，而且呢，它的坡度比较陡。我相信很多女司机都不敢开吧。带你们去看一看。这一条挂壁公路呢，就在北盘江大桥的一个边上。这个地方呢，有一块这个功德碑，也就是在去年之前呀，这条公路是没有进行硬化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大家筹资之后，把这个路面呢进行硬化，然后外面呢也做了一个围栏，所以说现在呢相对来说比以前要安全一点，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的险峻。大家可以看看，下边呢就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深不见底，上方呢也是悬崖。公路呢从这里过，它主要是这个坡度也比较陡。这个位置的环境啊是非常的漂亮哈。这边就是北盘江的一个大峡谷。那么我们的这个北盘江第一桥呢就在这边，对面就是云南的仙威，这边呢就是贵州六盘水。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两地交界的一个地方。走，我们去那个崖壁公路上看看。这里有比较醒目的提醒啊，因为这个路比较窄，所以说你行车从这上面通过的时候呢，尽量都按着喇叭往前走，因为在中间的话，你是非常不好会车的。这一条崖壁公路呢，它主要是这个坡度也比较陡啊。大家看看这个下方真的是万丈悬崖，非常之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公路的上方，这些石头啊，其实也是有点摇摇欲坠的。所以说，不要在
这个下面呢过多的进行一个停留。看看这些石头呢，都是有点松松垮垮的，对吧？全部都是缝隙裂开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下方哈，真的是很高很高。你从这儿看去的话，有点眼花缭乱的，确实很高。对面那儿呢，就是很深的一道峡谷，这条江呢就是北盘江。那么你们看这里哈，有2个很深的一个大裂缝。对面那些地方呢，就属于云南了。现在呢，拦上了这个护栏呢，我相信从这里开车过的人呢，应该是心里边没有那么惧怕了。特别是以前这个路面又没有硬化，这个边上又没有护栏的情况下，说实话，你开车在这个路上真的是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些石头，我们看一看，这里实际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缝。那么这一个石头啊，这些石头看着都真的是不是很稳固啊。这一片林地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大块一大块的这种石头，这些石头呢，大多数呢也都是从这个悬崖上面若干年前这样慢慢的这个垮塌下去的。走吧，我一跟你们说着我都有点害怕，我还是赶紧离开。这个位置真的很陡，你不注意开车都要打滑。我刚刚去走了一圈回来，我跟你们讲实话，走路在上面可能比开车更加的险峻，特别是心里面发怵啊。为啥呢？因为整个上面的这些石头啊，都是摇摇欲坠的，很多都是这么宽的缝，而且你就像一个1000斤的石头悬在你头上，你心里面是有点发毛的。所以说呢，还是尽量不要走过去啊。开车的话就直接开车通过好了。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天气有点热哈，到河里边来冷静冷静。然后呢，有1、2年没有钓过鱼了，我到这个河里钓一钓黄辣丁，看看我们今天能不能钓到鱼啊！走。这个路特别陡哦，要慢一点。现在已经到河边了，看看我们这条河清澈见底。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来钓鱼连鱼竿都没有，因为钓黄辣丁不需要鱼竿，简简单单的一根鱼线就够了。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啊。这野生的长得真精致。这个，你拿过去啊？你能不能拿过去？我怕我把它拿到半路就跑了。第三条，哎呀，这是死命的吞，我靠，这取都取不出来。看一下，咱这里钓鱼就是一个独特的办法。
把这个鱼线插到这个石头下面的缝隙里，就等着鱼来咬钩就可以了，也不需要什么浮漂，对吧？看看钓了4条了，就是这样的黄辣丁。哎，但是怎么现在没有大鱼啊？我这种钓鱼方式啊，很多人都没有试过。我们是拿一个叉子，然后呢把鱼线拿着，在这个边上这些石头下边探索这个水的深度。如果有个1米深，就是缝隙里面朝山体里面有1米深的，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塞进去，然后就钓黄辣丁。钓其他鱼钓不了，这种方式只能钓黄辣丁。你们看啊，我这根叉子有1米多，然后把这个叉子插到这个沉水铁前端挂蚯蚓啊，然后呢从这个石缝里面给它塞进去。基本上黄辣丁呢就会住在这种地方啊。你看我这一个洞的话就塞得比较深啊，差不多有1米半的一个深度，看到吧？然后插进去之后就把这个叉子拿出来，就等待鱼儿上钩啊。一般来说，如果里面有鱼，在5分钟之内它是一定会上钩的。如果没有鱼的话，那么就要换一个地方了。尤其是这种，它也没有浮漂，它完全是你人在这里看着。哎，来了！不会吧？又跑了，哦，是不是那石头里面老是有东西卡？完了！又挂到了，倒霉，他妈的！跑了还是挂到了？挂到了，又挂到了。他一拉着跑，又把铁卡进去了，神经病哦！今天刚才那条鱼，他怎么这么倒霉啊？终于上来了！天哪，跑脱3次，你看一下它嘴巴有没有受伤？不是它，是另外一只啊！我天，太惊喜了！妈耶，这一个还挺大哈。不是它哟！哇塞，这会儿很顺手哎，看样子想让你再多钓几条。这放路了，又来一个。我的鬼，这还是小的，大的呢！我的妈呀！人家长10年才长1斤，你想钓多大的？好了，朋友们，今天下河来凉快，搞了3、4个小时的鱼吧，搞了10多条的黄辣丁。这个今天主要是寻找钓位来了，因为1、2年没有来钓过鱼了。现在就准备收工了，天也黑了，朋友们，咱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这就是今天的战利品啊，10多条黄辣丁。走喽，回家搞一口鱼汤喝吧，走。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这个多花大田黄金是如何种植的。我们先去挖一点黄金出来。再干了明年子就到。明年子跟这报个当很多。这一片黄金呢是才种植2年，你看一下这个苗，都比我还高。然后呢，特别可惜啊，挖出来，所以呢，只挖了2、3窝，跟大家做一下这个试种啊，给大家讲一下如何种植的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一株有这么多，感觉一下应该是2斤多一点。它自后面就得好啊，团转好，只要你营养好，它跟得上的话，我这土这个好在有点细。你这儿土质不是很好，我都醉的，好点的话可能还好的。哎，这个切烂球，没得事。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这几块黄金呢都已经切好了。那我手上拿的呢，这个呢是带芽头的，这个呢是没有带芽头的。大家收到种子切好之后，有芽头的要挑出来种在一片，
没有芽头的呢，另外挑出来种在一片，这样呢，你在出苗的时候呢，它就是整齐的。如果你混淆着种呢，有些出来了，有些没有出来，所以就不好看哈。因为有芽头的呢，基本上要早出来2、3个月的时间，那个苗要。那么我们切开的这个断面口呢，要进行消毒啊。通常我们都是用这个草木灰，就是把这个断面口呢，在这个草木灰里面抹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没有草木灰呢，就买多菌灵来加水，把它泡一下，再拿出来晾干，再去种植就可以了。我们种子切好之后，就来土里面把这个沟掏好。这个是新60啊，专门拿来杀虫用的，1亩地的使用量呢，大概是4到5公斤啊。大家反正就按照1亩地4到5公斤的这个用量，然后撒在这个沟槽里边就可以。我就做演示一下就好了，没有那么精确的。然后就是再撒一点复合肥，这个复合肥呢，1亩地大概是用40斤左右。然后再用农家肥，农家肥1亩地的用量呢是6000斤，对吧？大概用5、6千斤。如果你是用有机肥呢，可能就是400、500斤就够了啊。农家肥撒进来之后呢，把它弄平了，弄平之后呢，就往里面放种子。大概这个种子的株距呢，40、50都可以。对。你看我们现在种植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这个芽头，有芽头的呢放在一起种植。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把两边的篱笆给它垒过来就可以。我还是想干活人的，农村都干得。干活人厉害哟，我这。一方面稍微要勤劳点，我看我在庙里看也，特别平整那些，就是点那个石花整得出了一悠悠的草东里的，屏障也最勤快。到这一步呢，我们这个黄金、快金的种植呢就算完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种植方式呢有非常多，不止这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垒单沟的方式来种植，还有呢你可以用宽窄行的方式啊，就是一沟上面呢种2排，然后呢再把边上的行距呢留得宽一点，这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把有机肥撒在土里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1亩地的有机肥呢大概用500斤，均匀的撒到1亩地里面，然后把土翻均匀。同样是垒这种宽窄行的方式呢来种植，但是呢那种就必须要盖薄膜。为什么有机肥均匀撒到土里面的这种种植方式需要盖薄膜呢？因为它的草会长得非常非常的旺盛，肥料呢是均匀在土里面的，所以呢要盖上薄膜呢，防止其他的草长出来。而且种植好之后呢，也要经常去管理。薄膜盖好之后，再从上面插孔下去进行种植，种植方式跟这个一样，那样种植出来呢，它出苗的这个整齐度会高一点。种植好之后，后期苗长出来了，如果发现有叶斑病、炭疽病的，我们就去买多菌灵来使用。杀菌的呢有非常多啊，只是跟大家举一个例子，用多菌灵。你们也可以看看其他的杀菌的这种农药。如果出现根腐病呢，就要去买秀特来兑水往下面淋。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在收获的前1、2个月，各种各样的农药都不能再使用了哈。本期黄金种植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呢，欢迎大家随时和我沟通，以及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我在我们村这边的一座山上，这个地方的土呢全部是做了这个坡改梯，
然后前2天呢，有一位四川的哥们儿呢，他到这儿来看了之后呢，他说这个地方他想用来种牧草，然后养牛。今天呢，我来帮他对接一下村里面的一些老人，问一下他们这个能不能租出来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整片山全部是做了这个坡改梯的，那么里面这些高一点的树呢，就是这个核桃树啊。那整个土块呢都是一块一块的平的，而且每一块呢都是机器可以进去的，因为这个公路呢就是从这里顺着下去的。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土呢，里面就是种了一些核桃，还有一些花椒树呢，基本上是荒在这里的啊。我们刚刚从这个路边这里过来的，然后这儿呢就是这个村庄。吃饭没老娘？我问你们个事啊。我让你们这有几个老娘，我问你们点事哦。吃饭没得？坐。你们都在外头的噻哈。二边一图都在你们的噻。二边一图啊。摘饺子的，在核桃树里面的摘的饺子啊。我觉得专门来问问下你们家要来，就是那边先租个100多亩地来种草，种草来养牛，应该是你们自己家的噻。你们看有哪个想法没得？如果说愿意了，他就来跟你们两个谈。种了但有些饺子啊。饺子可能没得没有种饺子的地方啊，有没得？没得。全部都种的饺子来的。饺子老板还没交给我们了，我们这私人土的这个土，我们这说不让他签的3年，饺子是签3年的合同。3年合同。饺子签3年。像那个不是一样的知识，那个不是说现在摘饺子一样的知识，你找这空地就没事的噻。有空地没到那边？没得空。摘了荔枝的可以用不嘛？摘了荔枝他们会用哦，你跟他调。那摘得稀啊，荔枝啊。荔枝摘得稀哈。摘得稀了嘛。那摘那荔枝没有种花椒的地方多不多啊？就在临湖了，少数了，临湖了。等于现在全部都摘饺子的。种饺子的，黄土都盖掉。饺子长得好生了嘛？刚刚呢，我已经去问了一下村里面的一些村民，然后他们说现在这个事情比较麻烦。因为这个核桃树之后呢，又有种这个花椒的这个项目，然后这个花椒的项目呢，现在还没有交给他们，也就是说要今年下半年才会交给他们，所以呢，现在他们还没有权利说把这个土地租出来，所以这个目前来说比较麻烦。因为都有这个合同什么的签订在那里的，相当于要今年下半年吧，才会把这个土地呢，归还给各家各户，因为这个花椒又是另外一个项目嘛，所以现在村民呢也没有权利来把这个东西马上租出来哈，所以要再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土啊，真的是全部是做的坡改梯，这些核桃树以前种的啊，而且这些核桃树的话，现在是基本上是可以砍掉的。我们这个村的话，真的我就发现这里这一片地是非常好的，连片的土地的话有600-700亩左右，而且全部是坡改梯做好的，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土是一块一块的这种平的，那么用机械化操作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就在公路边上，所以我觉得就这里这一片土地的话是非常好统一来进行利用管理的。不过呢，要等到这个今年下半年，等到这个它这个花椒项目到了之后呢，然后全部归还给农民之后，那个时候再来跟农民谈，可能有机会可能会更好一点吧。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遵义汇川区三盆镇的建坝村这边，大家看看这个村庄是非常非常漂亮哈。那么我站的这个位置呢，相当于一个观景台的形式啊，大家看看这边这几个石头后边呢做了一个村牌啊，然后整个村庄的位置呢，它是建在中间山腰这个比较平坦的位置啊，特别漂亮。
但是今天呢，我不跟大家介绍这个村呢，大家整体都看得到的哈。然后我们呢要顺着这个村庄这个公路这里一直往下走，下边有一个村庄叫做洛庐村，那个村庄的海拔只有400多米，据说是非常非常热的。咱们下去到洛庐村去看一下。大家看看，这里就是洛庐村的村牌了，洛庐文明村。下边就是整个一大峡谷啊。哇，这挺大的这个村庄。这个地方应该前段时间刚刚这个悬崖垮下来，挺危险的。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就是洛庐村最低洼的地方，最低的海拔是480多米吧，好像。这整个地方全年是无霜的，但是夏季呢确实非常热哈，就像火炉一样。这里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让过，大家看看这个上边，这悬崖挺危险的，如果长期下雨的话，真的挺危险的。看看那个地方刚刚塌方过。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洛庐村的，正好刚刚我们航拍看到的那个桥上。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个视野和周围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桥的两边都有一道门哈，这边呢是山盆镇的洛庐村啊，然后桥的这一边呢就属于仁怀市高大坪镇的水燕村啊。那么等于说这一座桥呢就跨越2个县啊，这边是汇川区，然后这边呢是这个仁怀市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桥下边就是一个大峡谷，大家看看，从这里看下去真的是眼花呀，是吧？然后这个前面大家看到没有，一个悬索桥。那么以前也就是说我站的位置这一座大桥没有修成之前，也就是20多年前吧，那么两边的村民来往呢应该就是从这个悬索桥上通过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桥上这些木板呢都全部都烂掉了，然后这个下边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大峡谷。那前边那里有个红房子，那个呢就是观音洞啊，这边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景区。那么我再给大家看看这个村庄的一个周围，全部是大山，也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呢是海拔最低的地方，大概是400多米、500米的这个样子啊，周围全是大山。刚刚这个大车过去，这个桥闪得特别厉害，把我吓一跳，特别闪。整个洛庐村的这个大峡谷呢还是非常非常美的哈，但是呢就是夏天的话确实有点热，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整个四周全部是高山给包围住的，所以夏天在这儿呢肯定是比较热的，因为海拔也只有400多米嘛，住的地方呢大概500米多一点的位置。但是冬天反过来说，冬天就非常非常舒服了，365天是无霜期，那么冬季在这儿过冬呢就会非常非常的暖和，非常的舒服。所以说这个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呢它也是有利有弊吧。这边我看这个村庄的房子啊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是外地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东北这边比较冷的一些地方的朋友呢，大家在冬天呢就不用去海南了哈。遵义这边的这个洛庐村就非常非常的不错，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过来看一看。如果说朋友们喜欢这个地方呢，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一下，到时候冬天的时候呢过来看一看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松林镇新庄村的河坝组。这个组呢，我之前跟大家拍摄过，就是有10多户人家呢都已经搬迁了，现在呢只留下1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而且这里呢好几栋木房子都是没有人居住的一个状态哈。有好多朋友呢让我跟大家找这个养殖的地方、养鱼的地方，或者说养生的地方等等等等啊。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好几种都比较适合。然后我今天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吧。然后今天呢，我把这里的整个交通情况，包括这里的
详细一些信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镜头中看到的呢，就是这个村主的一个面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头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木房子，目测的话有5、6栋是比较好的，但是实际上呢，只有一家人住在这里了，就是这里这一户人家住在这里，其他的木房子全部是一个空置的状态。然后前面这条公路一直往前走，翻过上面那个垭口过去呢，就是芝麻镇的地界啊。然后从这条路一直过来呢，然后从我们这边啊，从我这边一直上去呢，到这个垭口再下去，然后再上一坡，就到了我们的村办公室啊。这后面呢都是几座大山，而且这个山上呢也是没有人居住的啊，整个山都是空的。然后这边的悬崖啊，这边有一个崖，这个崖过去那边一片山呢也都是空的。然后这边呢有一个破房子，这个破房子边上呢之前是有一户人家的，这个房子拆掉了，因为搬迁的房子拆掉了。这个呢是他们养羊的这个羊圈，等于说这个位置之前呢是有一家人在这里养羊，可能养的有100多只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水源了。这个水源如果说你做一般的养鱼的话，我觉得这个水源是足够的。这个位置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位置应该看得比较清楚。水源呢大概就是这么大，而且呢现在是冬天，对吧？现在是冬天，这个水源就有这么大呢，那么夏天它的水源是很大的。看看这个水底下都是这个青苔，那么就证明这个水质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对吧？关于这个养鱼要多大的水源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哈。整个水源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个冬天它有冬天的水源就是这么大，那这个就是最小的水源了。也就是说，春天一来一到夏季的话，这个水源就要比这个要大的。如果说一旦涨洪水的话，这里是有可能啊。这里的水是有可能漫过这个路面的啊，当然最多也就是漫过路面，不会太大啊。这个位置这个水源呢，跟着这边流下来，一直从这个峡谷流下去呢，下面是这样横着的一条大河啊，一条大河。从这个位置步行下去呢，大概是1公里多一点的这个距离啊，大概就这么个距离。我现在呢就退到这边来一点给大家拍摄的。那么这一落田呢大概也能拍到，整体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里再下去呢就是一个大峡谷了。这一落田的这个整个面积呢大概是10多亩，那么他们这10几户人家的这个山林土地加起来呢应该是超过2000亩的，就是山林和土地一块啊，应该超过2000亩。那么这里呢，好多木房子也是空置的，啊，只有一家人长期居住在这里。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上这些土地呢，全部也都是丢荒的。这些耕种子的呢，也就是这一家人做的，他一家人做了几10亩的地哈，挺能干的，就是40多岁的2夫妻吧，然后又搞了一些养殖，又种了这么多的地，我觉得他们还是挺能干的。然后呢，我之前呢也跟他沟通过，就是如果有人到这里来开发的话，他是愿意配合的。养鱼呢这一边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但是这里呢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它这个公路不管是往我们村上走，还是说往这个芝麻这边走呢，它都要经过一段的这个陡坡，就是盘山的这种陡坡。这个公路的宽度呢大概是4米多。所以呢，大型车辆呢进出就不太方便哈，特别是你要拉东西的时候，进出不是很方便。如果说你是喜欢清静的话，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基本上不会有人到这里来哈。房子呢也有5、6栋的这个空置的房子，而且这个位置呢，就是夏天避暑呢也是非常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
我现在呢是在我们村比较偏的一个组，这里是河坝组，也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的12户人家迁走11户，剩下1户人家在这里的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地方顺着这条小河沟往下走呢，估计步行过去还有10-20分钟呢，还有几户人家住在那边山上的，没有通公路啊。那边呢我也没有去过。然后今天呢我就路过这里呢，我顺便过去看一下那边那几户人家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大家看看，这里就是一个小河沟，然后上面呢就是我说的12户搬迁11户的这个小组啊，那些房子都是空的，只有一家人有人住啊。然后咱们现在呢就从这里过去啊，顺着这里过去，然后从那边下到底下呢，然后再爬上去，就在那边那个山崖口，大概山崖口那个位置啊，就是我说的有几户人家在那里。这个小路就像羊肠小道一样。这里就是一个峡谷，那我们走路的话就要走到这个峡谷底下去，然后再爬到那个山上去啊。还挺陡的啊。这个一般你要是城市人到这里来，你是走不稳这个路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路上全是一个石头一个石头，都是不平，凹凸不平的。那么你走上去的话，一般都是要预判，还要这个鞋不滑。假如说你鞋滑的话，就很容易摔跟头啊。所以对于你这个就跟运动员一样吧，你对于这个脚落点的预判，滑不滑，准不准确，这个都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城里人到我们这个山里来走这样的路呢？他很容易摔跤，原因就在这里哈。他因为在平地走惯了，他这个脚的落点啊，各方面的把控啊，他是做不到的，就是做不到那么稳当的，所以还挺容易摔跤的哈。要么就是走得特别慢，就是怕摔跤。所以你说这个就是山里面成长的一个优势啊。要是夏天的话，这个地方是非常舒服的啊。这个是野菊花，这个可以拿来做菊花茶的。朋友们看到山上有的话，可以采一点回家晒干，晒干之后呢，可以泡茶喝啊。这个叫野菊花，现在我们这边满山都是哈。大家看一下这个路，这个路呢，就是这几户人家出山的唯一路啊，唯一路。也就是说，要背什么东西啊，要拿什么东西出去卖啊，或者说在外面买什么东西、买什么物资啊，都是要通过这个路运送到家里面去的，因为其他没有路了，就这一条是通往外界的路啊。看看这里，这么陡。外边又很悬，这个位置又很陡，大家要明白，这个是可要背东西爬的这个路啊，可不是说就这样空手走啊，背个100斤、200斤都是走这个路啊。看一看，这个就是稻草，都背到家里来，竖起来了，看一看。